美女突然发现自己的假体暴露出来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她硬生生将假体挤到了肚皮的位置。可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无良医生给自己安装的假体竟然是一根鸡腿。这就是2024年评分最高的惊悚电影《某种物质》，它以最真实的镜头揭露了女明星为永葆青春到底有多疯狂。伊丽莎白是影史上最著名的演员之一，出色的演技加上超高的颜值，让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但时过境迁，她老了，逐渐过气，在星光大道上的星星砖也开始老化，裂痕就像她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，但无人在意，甚至于路人不小心打翻了快餐，番茄酱糊满了她的名字。曾经的尤物青春不在，如今伊丽莎白仅剩一档早间健美操的节目，这也是她当年的成名之作。其实就算她老了，身材也是1等1的棒。走廊里依旧挂满了她的海报，路过工作人员纷纷跟她打招呼。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才发现女厕在维修。伊丽莎白一时尿急，转身进了男厕，也因此听到了台里领导哈维的电话。他催人赶紧找个年轻新人取代伊丽莎白。哈维格外面目可憎。他离开后，伊丽莎白才从隔间出来，刚才的神采荡然无存。哈维很快就跟他摊了牌，刚好一个工作伙伴进来，哈维立刻撇下伊丽莎白，上前打起了招呼。伊丽莎白呆在原地，只见一只苍蝇不慎掉进了酒杯里，几经挣扎最终溺毙。浑浑噩噩的白姐在路上发现自己仅有的广告牌也开始拆卸，白姐一惊，没注意看路不慎出了车祸，还好送到医院并无大碍。医生也注意到这天是她的生日，也祝她生日快乐。可这时的她已经意识到生日不过是又老了1岁，瞬间绷不住哭了出来。医生有些尴尬，借口离开了白姐。白姐也欲起身，却被医术小哥拦了下来。此人手上有块特殊的痕迹，他重新检查了白姐的心跳和脊柱状况，然后莫名来了一句。起初白姐并没有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，但走到医院门口的她却发现兜里多了块 U 盘。原来人们已经研究出一种特殊物质，只需1针就能让体内细胞重获新生，并且能分裂出一个更加年轻的自己。莫非这就是返老还童？但白姐并没有把这种无稽之谈放在心上，而是扔掉之后来到酒吧买醉，看桌边上青春靓丽的女孩，自己当初又何尝不是炙手可热的女王？为了重回巅峰，白姐找回 U 盘并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第二天她就收到一张503号码牌，顺着地址来到一个地下私人诊所。可是看着门面怎么也不像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地方，白姐还是尝试着刷开了大门，从狗洞钻进去，没想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，墙边有几百个柜子。白姐从标有503的柜子里取回一个纸箱，打开一看，映入眼帘的是绿色的药剂针管以及缝合用的剪刀针线，接着是一套抽取设备，标注着1至7的字样，一套血液交换装置，2袋营养液，还有2张白纸，分别写的是每星期1个循环，以及一句醒目的话：记住你是唯一的。白姐立即按照要求脱光衣服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小药瓶，抽了一管就打了下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她就一头栽倒在地，伴随着浑身剧烈的疼痛，眼球瞬间分裂成2个，接着从后背竟然伸出来一条腿。等白姐再次醒来，就立即发现自己的手变得白嫩无比，她真的又回到了20岁，而且瞳孔周围还散发着诱人的黄色光芒。反观白姐那副苍老的臭皮囊，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。小白随即拿出诊所提供的针线，将白姐的后背缝了起来，接着拿出营养液插进静脉血管。现在小白虽然继承了白姐所有的记忆，但思维上却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。正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一股鼻血喷了出来。小白随即想起自己还没有注射稳定剂，于是拿出针管插进白姐的脊柱，用抽取器抽出7瓶骨髓液，这足可以维持她1周的用量。随着稳定剂的注入，小白也彻底容光焕发，于是赶紧到商店买了一套性感运动衣，接着便来到原来的栏目组应聘。超高的颜值立即得到台长的青睐，但小白却跟台长表示自己只能干7天休7天，因为还要回家照顾妈妈。就这样，完美的小白被电视台重点打造。7天很快过去，他插上交换针换回了白姐的身体。被黑暗笼罩了1周的白姐也在痛苦中醒来，看着眼前稚嫩的脸庞，她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变得这么美。补充了一波能量之后，白姐来到电视台公司之后，哪知却被台长无情地赶了出来。但白姐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在规划好她跟小白的轮换时间后，来到诊所取回下周所需的营养液，接着便是享受生活的时候。很快7天过去，两人又来到交换的时间。复活后的小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，于是在浴室的墙上凿了一个大洞，接着把昏睡的白姐关在了里面。在电视台的大力宣传下，小白的栏目立即受到追捧，他也一跃成为不可或缺的台柱子。然而7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这次本来该白姐复活，但小白却带回来一个小鲜肉。为了不虚度良宵，他只好让白姐再忍耐1个晚上。殊不知正是自己这个越界的行为，差点让她暴露了身份。就在小白跟男友准备要进一步发展时，突然鼻血狂喷而出，小白赶紧来到浴室，怎料所有的稳定剂都用光了。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好事，他又狠心抽取了1格白姐的骨髓。随着稳定剂扎进大腿，
小白立即变得美艳无比。然而在跟男友狂欢时，却发生了恐怖的一幕。白姐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小白就躺在自己身边。等她挣扎着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那个年轻的自己昨晚都干了什么。窗户上还贴着小鲜肉的留言。这时白姐发现自己的一根手指已经完全老化，她赶紧打电话给地下诊所说明情况，结果对方却表示没办法补救，因为另一个身体消耗的时间同样也作用在了本体上，而时间是不可逆的。愤怒的白姐把小鲜肉的东西全都扔出门外，并下决心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而透支自己。然而当她看到电视机里青春靓丽的小白时，又开始变得不能自拔。在她外出吃饭时，遇见了一个老头，谁知他上来就说很难熬，对吗？白姐立马懵了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秘密？然而下一秒，她就从老头掉落的皮夹里看到了一张写有207号码的卡片，而后背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。这时白姐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老家伙就是介绍自己入坑的那个男护士。回到家门口，却正好遇见小白昨晚找来的小鲜肉，一个替代品都可以有朋友，而自己这个本体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。白姐想到了那个老同学弗雷德，只有他欣赏现在的自己。她连忙翻出那张肮脏褶皱的纸条，给弗雷德打去了电话，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想通过男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的价值。白姐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然而看到地上小白精致的面容，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于是开始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化妆。可无论怎么捯饬，自己都跟小白相差天地，这种感觉让她愈发崩溃，根本不敢出去见人。接下来的几天就在这种煎熬中度过，终于来到交换的日子。容光焕发的小白再次闪亮登场，哪知在录节目时却突然出现了意外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小白趁着别人看回放的时候，赶紧来到卫生间，可掏出来的东西却让他彻底傻了眼，那竟然是一根还没吃完的鸡腿。小白从噩梦中惊醒，不过好在那都是自己的幻觉。他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白姐在这7天都干了什么。满腔怒火的小白来到电视台，却被通知栏目取消了，并且台长还在办公室等着要见他。就在小白以为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时，却被台长告知，由于他的节目收视率创下纪录，因此决定让小白担当节目主持人。为了不耽误彩排，他又一次违反了7天规则，并不断从机体榨取维持剂，每次都说再多1天就好。可最终等换回身体时，他整个半边身子都已衰老的不成样子，这个样子已经彻底没法见人了。他知道自己该停下来，但又不舍得放下。电视上播着小白的采访，但电视前的他却连动一下都困难，右腿过分肿胀，衰老关节活动一下都疼痛难忍。他变本加厉地通过食物发泄，大家都在追捧小白，却没有人喜欢原本的他。白姐愈发不平衡，以至于开始把完美体的自己当成了敌对者，忍不住心生嫉妒，干脆用报纸糊上了窗，不想再看见小白的脸。他也想让自己停下来。做伊丽莎白时，他希望自己自控，不要过度贪婪；而做小白时，他又埋怨自己太过自暴自弃。当小白醒来后，看到白姐的战场，决定再也不去忍受这个令人作呕的老太婆。他找来大量的容器，准备一次性抽干白姐所有的脊髓，这样他就不用再跟这个老家伙进行一次次交换。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天小白又带男友回来狂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她从容的准备去抽取维持剂，却发现机体已被彻底榨干。小白赶紧给医院打电话，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需要立即跟白姐换回来，只有让她复活，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骨髓液。听到这话，小白当即瘫倒在地，不过为了活命，她还是爬回浴室跟白姐换了回来。床上做着春梦的男友终于发觉不正常，等他来到卫生间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落荒而逃。原来出现在浴室的竟然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。一心只想追求年轻的白姐终于尝到了苦头，她跟诊所要求立即终止实验，然后将自己包裹好，出门来到指定地点取回终止液。可当她把小白拖出来，将针管插进她的胸口时，却突然犹豫了。都说容颜是女人的第2生命，现如今却要忍痛将其杀死。白姐心中万般不舍，想起当初自己站在聚光灯下的情景，她就更下不去手了。反悔的白姐赶紧给小白做抢救措施，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，小白也从昏迷中醒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2人并没有交换成功，反而同时拥有了独立的意识。小白看到地上没有注射完的终止液，立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来眼前这个老太婆竟然想要自己的命，于是上去就是一脚，直接将白姐送去了地狱。可没了稳定液的来源，她也会马上枯萎。但小白还是坚持来到了电视台，只要撑过了今晚的跨年晚会，那就是立马死了也值了。然而现实却总是跟梦想相差太远，没有稳定剂支撑的他很快就出了问题，满嘴洁白的牙齿竟然全都掉光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从尸体上再抽点的时候，却正好被台长和一众富豪拦住。此时的小白有苦难言，只能勉强抿着嘴打发走一众富豪。路上他的指甲和耳朵也开始脱落。小白赶紧回到家中，突然想起还有半瓶医生给的药，正是这种液体让自己成功分裂出了年轻的自己。如今母体已经死了，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这个冒牌货，然后再生产出一个更加年轻漂亮的自己。然而事情却远远超出了预期，分裂是分裂了，新的自己也产生了，但他的样貌却完全不是小白想要的样子。
那竟然是一个和白姐相结合的怪物，后背上还长着伊丽莎白的脸，但她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将自己年轻时的海报贴在脸上，就这样一路来到电视台，出现在了聚光灯下。然而走上舞台，观众直接吓愣了，照片从脸上滑落，所有人都被他的样子吓得屁滚尿流。看着这些只在意外表的伪善男人，白姐愤怒地将自己化身成了一个消防栓，将体内混有药物的鲜血全部泼洒在了他们身上，直到自己也爆裂成为了一滩烂泥，只留下一张脸，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上。直到天亮前，伊丽莎白化成了一滩血水，就像片头那滩不小心撒上的番茄酱一般，无人在意。清洁车轻轻扫过，就像她从未出现过，留下的只有那一块充满了岁月痕迹的符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